各位纸月闲谈的会员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4月19号，咱们今天聊3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大陆最高检察院今天表示，应该是18号了啊，说这个中宣部的原副部长，也是原中组部的副部长，叫做张建春，他呢是因为涉嫌受贿被起诉，被指控呢在中组部任职期间受贿。这个事儿啊，可能让很多观众朋友想起大概2-3周之前，政治局委员石泰峰和李书磊突然之间对调了统战部部长和中组部部长职务这个事儿。咱们一会儿呢会简单的聊一下哈。其实我觉得李书磊的仕途呢就该就此止步了。同时的话，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搞的这种新整风运动可能会引起中共官场上这个一番非常血腥的厮杀。那么今天想聊的第二个话题呢，是白宫在周五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改版之后的 COVID-19 的这样的网页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页呢做的相当的神秘哈，就是叫做 Lab Leak 啊，就是说这个实验室泄露，而且川普呢这个表情非常的严肃。那么这个网页呢，因为它是白宫自己的官方网页，所以说代表着川普政府的态度。这个网页呢说大流行真正的起源呢，就是指的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真正起源就是中国的实验室泄露。在这个中美关税大战如火如荼的时候，川普突然之间抛出这么一个报告，是不是在暗示中共不要再跟美国硬刚下去了？那么第3个话题呢是留给会员专享的哈，想聊一下川普和习近平到底是谁更急于签署关税协议的这个话题。这个是有一点深度的啊，就是有一点知识性的。我们想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一个研究成果作为分析的基础。那么在展开说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想感谢这1个月以来点赞、订阅和留言的网友，是你们的帮衬让咱们这个频道的成长速度达到了开播以来的最快。在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这种剧烈的动荡的时候，我也想尽力在这儿传播最客观的事实和最冷静的分析啊！大家并不需要花钱动动手指点赞、订阅、留言，就是在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声音传播出去。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话题哈。大陆的最高检察院在4月18号的时候发出通报，说这个张建春呢，利用担任中组部处长、副局长、局长、副部长和中宣部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啊，以受贿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所以看起来这个张建春贪污是由来已久的哈，当这个中组部处长的时候就开始贪污。那么这个张建春呢，是去年4月份的时候落马的，到现在差不多整整1年的时间。他在去年12月的时候被双开，具体的日期是去年的12月10号，而且呢被终止了20大代表的资格。那么现在呢，又经过4个月的司法审查，总算是有了一个结论。这个事情让人想起，在今年4月2号的时候，中共官宣了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和中组部部长李书磊2个人这个李干杰这个职务对调的这个事情。我当时这个预测说，这个蔡奇呢发起的这个新整风运动是要整治一大批党政界的官员，这个呢是继习近平清洗军队之后对政府和党务部门的一个大清洗。在这个清洗过程中的话，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官员要上位嘛，所以需要一个得力的中组部部长来安插习近平中意的人。我们知道中组部部长他主要是负责省部级以上干部的考察和推荐，所以呢他的这个地位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现在李干杰被调离了中组部部长这个位置呢，可能是受到了张建春的拖累啊，就像是何卫东受到了苗华的拖累是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2年之后呢，中共会召开21大，一大批的官员会退休，所以呢要空出很多的位置，也就是如果你在政治上有野心的话，5年一次的换届就是你在仕途上向上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机。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的去打击对手在这个仕途上创造自己向上攀登的机会。所以我估计这一次蔡奇搞的新整风运动中共的官员们会互相的监视，互相的举报，想办法把自己的对手搞下台，是吧？其实我觉得对于习近平来说呢，很多人觉得他在这个官场就是搞这种大清洗就是搞这个政治地震对他的权力的维系是不利的。其实如果你要是读中国历史读得多的话，你大概就会知道，让底下的官员互相撕咬这也是这个像习近平这样的人维持恐怖平衡，然后呢掌握权力的一种方式。我记得我在竞权会员网中讲这个秦汉史的时候，特别提到商鞅的理论这是在商君书里面的一句话，叫做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智。
商鞅当时是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谈不上道理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吧。他就说呢，如果当大家都是好人的时候，那么大家互相之间就会很抱团儿。那这种情况下，当你们抱团之后，你们就形成一股力量嘛，这股力量是可以足够去对付政府的。所以呢，他希望这个大家都变成坏人啊，都变成奸民，就是变成非常奸诈之辈。当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奸诈，互相欺骗、互相伤害的时候，那么每一个人都失去了安全感。这个时候，如果谁希望有安全感的话，那么他就只能去寻求权力的庇护啊，这就是说叫做任奸则民亲其治，就是说如果你任用坏人的话，那么百姓就会亲近这个制度啊，或者说亲近这个体制。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啊，这个现在搞反腐，与其说是动摇了自己的权利，我觉得反而啊一种情况就是让那些没有安全感的官员争相的向习近平效忠和邀宠。对他的这个权利的话，还不见得真的就是一件坏事了。前两天我们知道这个山西省的省长金湘军落马，这也是我之前说的哈，就是说这个蔡奇的新整风运动会有一大批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嘛。那么山西省省长金湘军呢，就算是这个新整风运动被祭刀的第一人。那么著名的时评人士蔡仁坤先生啊，在他的这个 X 平台上爆出了内幕，说这个金湘军呢，其实是被他的上级，也就是省委书记蓝福安这个监听的这么一个人。大家知道，中共在这个官场上任命官员的时候，包括在军队里任命官员的时候，通常都这个会搞一种平衡，就是省长跟省委书记啊，市长跟市委书记啊，或者比如说军队里边的军长和政委，互相之间呢，一定要找两个矛盾非常深的人啊，让他们互相监视、互相告状。这样的话，上面的人的话，他才能够知道底下的人到底在干什么。如果你们俩关系特别好的话，你们俩就搞一个团团伙伙，是吧？然后你们俩就一块儿去搞一些什么阴谋诡计之类的，上面也不知道啊。然后这个互相之间串联呐、串供啊什么之类的，是吧？这个也会给调查造成困难。但是呢，如果是这两个人本来就关系不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反而对中共来说的话，这是他掌控权力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当时山西省的省长是金湘军啊，然后那个时候呢，省委书记是蓝福安，但是蓝福安现在跑到财政部去当财政部部长去了啊。之前这个金湘军当山东省省长的时候，这个蓝福安跟他的关系就不好。这个蓝福安呢是这个前财政部长刘昆最喜欢的亲信，而刘昆呢是何立峰的人啊，何立峰是习近平的人。那么当时呢，这个蓝福安就派人秘密的啊去这个金湘军的宿舍里边和他的办公室里边安装了窃听和视频设备。我不知道多少人看到过2006年的时候，当时德国拍的一部电影叫做《窃听风暴》啊，后来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那个就是里边就讲到这个当时的东德的就是情报部门啊，叫 Stasi 去监听一个就是编剧啊，就是一个剧作家。那么一个故事啊，其实，这样的事情可能在中国大陆也是层出不穷的。在中国大陆现在这个窃听风暴啊，真的是在这个中共官员之间是弥漫着，这样的一种氛围啊。然后呢，这种手段呢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当时这个山西省委书记蓝福安去监听金湘军的时候呢，结果金湘军发现了，因为金湘军本科他就是搞计算机专业的，他一直在从事计算机管理跟信息安全方面的工作，所以说他呢就是发现了这个之后呢，就把它给拆掉了。那实际上像我刚才提到哈，这种监听的这个事情，以前我也听说过啊，比如说，薄熙来就特别喜欢用最先进的情报设备去监听更高一级的领导人啊，他们的电话呀，他们的行踪啊，了解他们的喜好啊。当时这个薄熙来在大连做大连市的市委书记的时候，江泽民去视察。那薄熙来呢，就给江泽民安排住的地方嘛，在这个地方他就装了窃听器啊，就是他就去了解江泽民到底想什么，在干什么啊，喜欢什么。那后来这样的就是手段呢一直延续啊，后来包括这个薄熙来到重庆市做市委书记的时候，他的那个公安局局长是王立军嘛，这个王立军也是购买了大量的非常先进的这种窃听设备，所以呢，就是所有的那些中共的高官到重庆去视察的时候，都是在薄熙来和王立军的监听之下。他们监听的对象包括谁呢？包括胡锦涛啊，包括这个习近平啊，包括贺国强，包括李元朝等等，这个王立军都在监听。所以这个监听就结果让这个中南海高层非常的震怒啊，就是所以后来呢，当时王立军监听胡锦涛是监听胡锦涛办公室的电话啊，所以后来呢，这个中共高层就准备收拾王立军。
王立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哈，就是监听这个事情败露了之后，他呢就跑去找薄熙来，希望薄熙来能够保护他。结果薄熙来打了王立军一个耳光嘛。当时王立军是拿薄熙来这个他的老婆古开来杀死了那个什么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这个事情要挟薄熙来，薄熙来结果打了王立军一个耳光，王立军就跑了嘛。所以这就后来导致了这个薄熙来自己的下马。所以其实薄熙来下马就跟这个王立军监听中共高层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呢，还有就是像这个原来的中办主任令计划，他呢也是通过京西宾馆的总经理叫做刘存水，对京西宾馆会议代表的电话进行监听。我们知道京西宾馆其实是每一次中共召开这个中央全会的时候所在的地方，所以呢到京西宾馆里边的那些人呢都是都是这个中央委员。那中央委员的话一般来说都是省部级官员嘛，省部级以上的官员，所以说他们这个讲的话呢也是被这个令计划所掌握。那这样的话等于令计划当时就有这个传闻说令计划有一个百官行录嘛，就是所有的人他们贪污腐败啊，很多证据都是掌握在令计划的手里，这个和这种监听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包括这个原来公安部警卫局的原局长叫做张志文啊，他呢也是在周永康时代负责监听王岐山等政要，后来也是东窗事发。所以说就是说在中共这个内部啊，互相之间官员们的这种监听啊，就是这种算计，甚至直接监听高层，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蔡奇搞这种新整风运动的话呢，可能各种监听得来的消息都会成为官员们互相之间举报，然后互相把对方往下踩，然后让自己向上爬的这种资本。咱们是就着这个中组部副部长落马这个事儿讲一下，就是新整风运动和中共就是现在内部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新的动向哈。所以呢，当他们互相举报的时候，觉得正好习近平要制造这种恐怖的氛围，所以说习近平真的可能会大开杀戒啊，咱们就慢慢往下看吧。接下来呢，我想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咱们刚才给大家看的哈，就是美国白宫在这个4月18号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改版后的 covid.gov 这个网页，认为呢这个新冠病毒或者是武汉病毒大流行真正的起源是中国的实验室泄露。在这个页面中呢，他给出了5个证据哈，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哈，1、2、3、4、5哈，这5个证据。他说什么呢？就是我给大家这个一边翻译一边解释一下哈。他说为什么他们认为大流行真正的起源是来自于武汉实验室的泄露？他说第一个证据是病毒具有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生物学特征。就如果你真的是基因突变的话，就是说你突变出来这样的这么多的基因同时突变出来这么一种改进的这种功能增强的病毒就太奇怪了啊！就是这是很多这种基因是以前自然界中根本就不存在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这个证据呢是说，数据显示所有的 COVID 病例均源自于一次人类感染，这与以往发生过多次溢出事件的流行病相反。这个话可能一般不太懂这个医学的朋友读起来会比较费解哈，咱们把它翻译成人话就是普通大白话，就是说呢，如果是动物感染人比如说禽流感吧比如说某一种这个突发的这种禽流感病毒，它首先是在家禽之间传播，所以就有很多的家禽呢，他们都会得了这种同样的病毒。而如果这种病毒能够感染人的话，那么应该是在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人受到这种病毒的感染就是这家里边有几只鸡感染，那只家有几只鸡感染了，那这家的几只鸡可能感染了一个人那家的几只鸡感染了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如果是从自然界传播到人类社会，溢出到人类社会的话，那么应该会有多次这个多地和多人感染的情况就是在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人感染的情况。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看 COVID-19， 如果你要做病毒溯源的话，最开始都是源自于一个人，就是接触武汉实验室做实验的那个，把这个病毒造出来的这个之后能够接触到病毒的人，他感染了，然后的话他就变成了0号病人，他一下就感染了很多人。所以就是说，如果要溯源的话，最开始是归到一个人的，而不是以前如果是自然发生的话，它是会有多地多人的感染。那这次的话只能找到一个人。其实呢，这也解释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习近平为什么不让公布这个病毒的事情，就是这个感染的事情。因为呢，如果当时感染人数不多的话，比如说只有几百个人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找到那个0号病人。现在我们都不知道那个0号病人是谁。但是习近平的话放任这个病毒的传播的话，一旦病毒进入社区感染，就是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感染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你想再找这个感染链，找到0号病人的话，你就根本找不着了。所以这是习近平掩盖他自己创造病毒和
制造病毒和这个就是病毒泄露的一个方式，也可能就是经过严格的这个算计啊，最后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当然也有可能是习近平就是他本身就比较蛮啊，就是听说这个事之后的话还不知道细节呢，先让隐瞒。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所以呢，就是说他讲的第二个这个证据的话，就是这个病毒这个没有发生多次溢出哈，就是有那么一个0号病人啊。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第三个证据，就是说武汉呢是中国最顶尖的 SARS 研究实验室所在地啊，而这个病毒新冠病毒的话就是 SARS 的变种。他说这个武汉实验室呢就是在生物安全水平不足的情况下进行功能获得性研究，简单的说就是改变基因和增强这个病毒的感染力和致命性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武汉实验室自己的生物安全水平不足，所以呢你试验病毒又泄露啊，这个是完全符合武汉实验室当时的那个管理的水平的。然后呢他说第四个证据是在2019年秋季的时候，在南华海鲜市场发现 COVID-19 几个月之前，武汉病毒所的研究人员已经出现了类似的 COVID 的症状，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啊，就是说其实早在2019年秋季的时候就出现这种事情了。然后它第五呢是根据几乎所有的科学标准，如果有自然起源的证据的话，它早就浮出水面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就是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自然起源的证据，就是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动物，是吧？之前还有人说什么这个蝙蝠啊，是吧？还有人说什么果子狸啊什么之类的，现在就几乎没有找到任何这个哪一个动物感染的这个病毒，对吧？所以它并不是说在自然界这个动物先感染然后传染到人，因为根本就找不到感染的动物。所以说根据这5个证据的话呢，那么得出结论说这个病毒呢就是在实验室造的，而且是在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当然川普在公布了这个结论之后呢，他还就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前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就 Anthony Fauci 哈，指向这个福奇，说呢他所推崇的新冠病毒自然起源的倾向性说法是这个为了掩盖他自己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川普是特别不喜欢这个 Fauci 的不喜欢福奇，认为是福奇的当时的 lockdown 啊，就是这种封城啊什么这种封锁政策造成2020年川普大选的失利。因为从那一年就是以新冠病毒大流行为由，所以大量的邮寄选票嘛，所以川普后来失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川普特别讨厌福奇，而且呢福奇他这个强制戴口罩啊，包括这个强制疫苗啊这种政策受到了保守派严厉的抨击。特别是几次听证揭露出这个 Fauci 他和武汉病毒实验室之间是有间接的资金的往来的，甚至就是 Fauci 他下属的人资助了这种武汉病毒的这个实验室搞的病毒功能增强的这个实验。所以呢很多保守派人士都认为是福奇出的钱啊，让武汉造了这个病毒，然后造成了大流行啊，所以说就非常想把福奇送到监狱。所以拜登呢也知道啊这个 Fauci 很遭人恨啊，于是在下台之前就紧急赦免了 Fauci 啊，不允许对他进行司法调查。不过呢，其实我觉得川普他现在突然之间改变的这个病毒的叙事啊，起源的这个叙事呢，并非是针对 Fauci 的，而是我认为它是针对中共的。这种病毒溯源呢，其实给了美国民间对这个中共进行起诉和索赔的工具，而美国政府的话，也可以据此对中共进行制裁和冻结这个中共在美国的财产啊，可以就是进行这样的惩罚。当然，如果美国政府真这么干的话，那是一个很危险的局面，是吧？但是呢，川普利用这样的一个病毒溯源作为一个杠杆，去借此推动这个中美贸易脱钩，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川普，他这个比较想达成的一个目标。这一次这个中美关税大战是如火如荼，是吧？很多国家呢其实都得掂量一下最后站哪边了。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叫做 Kevin Hassett 啊，就是哈塞特，他呢4月18号的时候对这个媒体表示说，很快将达成超过15个贸易协定啊，就是15个国家和地区吧，要跟或者是说这个我不知道欧盟算不算其中的一个啊，就是要跟这个美国达成这样的贸易协议。那么他呢还暗示说，如果其他别的国家取消对美国的关税，川普也会取消对他们的关税。所以就是说这个鼓励其他别的国家取消对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啊，是真正的形成自由的竞争啊，这个可能是川普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因为美国的购买力非常强大嘛，而中共自己的购买力很糟糕，是吧？中共自己的内需都不足，对吧？所以各个国家在中美贸易战中站队的时候的话，两相比较你会知道跟美国
做生意赚钱比较容易啊，把东西卖给美国很容易，你要卖给中国的话那是很难的，中国人自己都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没钱买，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各国现在这个站队啊，也是速度挺快的。你像越南哈，这个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嘛，这个越南的总理范明正立刻就变脸了，公开表示说越南跟美国之间有一条独特的纽带啊，说这个美越关系不同于越南和其他别的国家啊，感觉好像就是美国是越南的第一优先级啊，最想这个搞好关系的国家。然后呢，这个越南这个总理还强调说，越方已经主动的降税了啊，增加对美的出口，希望能够跟美国之间建立可持续的平衡的贸易关系。就是这个范明正前2天还在河内热情接待习近平呢，是吧？但是呢，现在他已经明确的表示说，他还是跟美国的关系比较独特。那么当然就是说，习近平当时在越南访问的时候，本来这个范明正应该是习近平要送他很多的贸易大单嘛，对吧？应该对习近平比较客气，是吧？但是呢，当习近平呼吁共同跟越南一起反对这个单边霸凌的时候，越南就没应这声啊，就根本就没吱这声。中美关税大战，其实别的国家都非常紧张。就是如果因为美国对中共禁运的话，那中共生产出来的产品，那它得有一个倾销的地方，是吧？就像同时，比如说中共这个一个大水管的水哗哗的流出来啊，本来主要都流到美国去的，那现在美国把这个水龙头给关了啊，我不让你来了，那么其他别的国家那就这个水流就会变得更急嘛。现在德国的后任总理就是叫默茨啊，他呢就对这个媒体表示，德国一个媒体啊叫做冯克啊，他对这个媒体表示说，现在每天已经有超过40万个来自于中国的小包裹到达德国的家门口，而且中国的包裹还将大幅增加啊，因为像西音啊、蒂木啊什么之类的，对吧？你去美国的话，美国给你加关税了，他们去不了，所以说他们就得向其他别的国家倾销。所以说这个德国总理就后任总理默茨呢说，我们必须预料到我们将比以前更多的被中国产品淹没，有必要尽快让这一切回归正轨，消费者保护、健康保护、产品安全必须得到实施，欧盟委员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就如果川普真的对中国加这么高关税的话，欧盟也不得不跟排啊。也不得不对中国的商品增加关税，那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商品无法输出的话，就会被留在国内啊，于是开始卷价格啊，然后呢，这个争相的把这个质量降低啊，这样价格才降得下来嘛，然后开始内卷，开始自相残杀。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真的是非常的畸形啊，就是其实呢，这个你要仔细看一看，中国经济发展这个道路啊，其实有点像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的经济。我们知道，在美国内战以前呢，南方的经济是非常繁荣的，而且当时全世界都是依赖南方的棉花，这就非常有点像这个全世界现在都在依赖中国制造和甚至比如说是中国的稀土一样的。但是呢，就是南方的经济这种繁荣是一种假繁荣，最后呢，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南方以失败而告终。而中共现在正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是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那下面的内容的话，就带有一点点的这个知识性哈，那么我们就留给会员专享。那么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咱们这个笑谈风云的5部电子书啊，就是大概150万字，现在呢已经全部都整理完了哈，现在放在了竞权的会员网上，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那个链接哈，到这儿去，如果要感兴趣的话可以购买。任何一位朋友，如果您购买了我们的这个会员的话，不管是月度会员还是年度会员的话，您都会享受5折的优惠啊，也就是说，大概等于是，您花了比如说您花了20几块钱的话，相当于可以订阅一个，全年的，20几块钱嘛，可以订阅一个全年的会员啊，因为便宜了75嘛。就如果你买了这些书的话，或者说您订阅会员之后的话，这个买书可以有这个5折的优惠。那么另外呢，我也曾经说过哈，我说这个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没有支付手段，那么我愿意把第1部东周列国的电子书呢，免费的送给中国大陆的朋友。那中国大陆的朋友如果要是想要第1部电子书的话呢，就订阅我们的这个会员网啊。订阅的话可以是不付费会员哈，就是你订阅成为不付费会员的话，然后给我们的这个小编呢发一个 email 啊，这个他可以把那个链接给您，这个下载的链接给您。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再感谢一下新北市的王先生、比利时的刘先生、西雅图的廖先生和台湾的林先生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接下来的内容的话，咱们就是属于这个会员专享了哈。